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本集我们来聊一下大图壁纸以及大图输出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还听说大图壁纸是可以客制化、量身定制的哦。如果你想知道，继续看下去。在正式开始前，邀请我们的本集节目大来宾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壁纸新鲜事，谢老板来解释。大家好，我是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最近呢，我们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大图壁纸。我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大图壁纸呢？我想简单来说，大图壁纸就是客制化的壁纸。你可以针对你空间里面的尺寸，那你想要的一个风格，那你想表现上去的一个图腾，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量身定制属于你空间里面要的一个艺术，要的一个壁纸的一个感觉。那大图壁纸有别于传统的壁纸，不是小纹路的一个对花，它没有重复性，在这个墙面里面，所有的一个图腾，所有的一个颜色跟风格，可以很明确表现在上面。那你在里面不会有重复性的一个图腾，那你可以展现你独特的一个风格，那展现属于你个人的一个魅力。那想请问一下谢老板，大图壁纸跟大图输出又有什么差异呢？大图壁纸跟大图输出最大的一个差别，大图壁纸的话，基本上它是针对你个人的一个空间需求，你可以选择你要的纸质，然后印在上面，表现出整体的风格。那至于大图输出，大部分作为所谓的商业用途，它底面的纸可能是胶质的，印在上面会比较模糊，所以它的色牢度来讲的话，大图壁纸是远胜于所谓的大图输出。第二个，在交接点，因为现在的大图壁纸有所谓的2.8米无接缝，有很多不同材质的选择，所以在接缝处你会觉得，大图壁纸本身就是一个完整，我们比较无缝的一个壁面概念。那第三个，因为大图壁纸你可以透过半手做的方式，譬如说你要比较立体，用刺绣的方式来呈现出整个壁面那种我们摸起来的触感，它的一个层次感，我想这远远都是大图输出所没办法比拟的。那想请问一下谢老板，大图壁纸跟壁纸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刚刚有跟各位介绍，所谓的大图壁纸就是客制化的壁纸。那传统壁纸它有一个幅宽的一个限制比如说53公分、64公分，它到某一个程度就要进行对花。那在这样子看久了，你会觉得有一种视觉的重复。那加上它是事先印好的，所以你没办法进行客制化。我想以大图壁纸跟传统的壁纸来讲的话，事实上，它在整个制程，然后它在整个表现的方式，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跟差异。那观众朋友一定非常好奇，大图壁纸它在制作的时间跟一般的壁纸有没有什么不同，以及它的规格材质上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呢？那大图壁纸，诚如谢老板刚刚所跟各位报告，它就是定制化的壁纸。你可以针对你室内的一个尺寸，跟你的室内设计师事先做沟通。那针对室内的一个格局，我们去展现我们要的这个感觉。所以在时间上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通常大概要1个月的时间。那至于在材质上，譬如说我们今天是比较现代感，那我们也许可以选纸质，比较走低调奢华。那你可以选择，也许有刺绣，那也许用色彩比较丰富的一个方式来表现室内整体的一个感觉。这是大图壁纸有别于传统壁纸在时间上跟材质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另外有品牌的一些大图壁纸厂商，它有独特属于它的版权。那在图腾的表现方式，第一个比较艺术感，第二个表现它不管在色彩上，不管在材质上，那你的选择性也可以更丰富。更重要一点，它整个在空间表现的清晰度，以及让空间的影像视觉感，我想是更为理想，那也是更符合大家的一个空间需求。接下来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那大图壁纸它有没有一些未来性，以及它能不能运用在商业空间当中呢？大图壁纸跟大图输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大图壁纸不管在色牢度、它的接缝、它的材质，以及整体表现出来的风格更为明显，也更为强烈。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未来来讲，包括我们的饭店、民宿，那以及餐厅这些所谓的商业空间，它的运用会更为广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表现出来的一个清晰度，以及未来比较长久的使用性，我觉得都是墙面艺术的一个首选。我想大图壁纸有别于传统壁纸，它所呈现出来的除了是一个艺术，它也诉说的一个故事，也代表一个企业或个人他背后他希望表达的一个影像风格。以未来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前瞻性，也可以把潮流、时尚，甚至于企业的一个形象都带到整个空间里面。今天非常谢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壁纸小学堂。有任何跟壁纸装修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这边问我哦。下一集我们将讲壁纸如何施作，记得锁定哦。好的，本集内容就是这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